Hello，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12月13号周六的下午3:28。我原本都是每天去发 short 去记录我的投资账务，但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太频繁了。short 我一个礼拜要做6集，因为它 short 都只能压在3分钟以内，所以我能分享的资讯其实也比较少。我觉得要讲行情解盘，还是可能需要用到电脑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现在可能会变成周记的形式，我尽量在礼拜六录长影片，每个礼拜这样去做记录。对，因为它秀子其实要放直视的，有点难解盘，时间也不太够，所以我就尽量用礼拜六的时间来记录。我现在也在测试阶段，就是我为什么分享，我想说先看到这个礼拜发生的经济事件，接下来就是看一些大的指数怎么走。这个刚开始我会先分享我的账户的表现，接下来再讲一只比较当红的股票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看要听哪一只，我也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讨论度比较高的，就试着去分析，看培养自己的有在关注投资的状态。好了，我希望是可以在10分钟内录完，我尽量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这个应该不太会有太多剪接，因为直接现场直播这样直接上传。好，那先看一下我这个礼拜的账户，就是我2025年12月8号的账户总值是38177，过完一周现在是38076，小跌了一点。一样，我现在 SPX 有是持有56.62股，SGOV 254股。好，讲一下这个礼拜发生的经济事件，最重要就是利率决议。大家这礼拜应该有在看财经新闻，都有发现降了一码，就是0.25%降息。对，在投资市场上面都是因为你存在银行的利息变少，大家都会领出来。还有股票市场投资，所以在股市来说是一个利好。还有一个比较重点就是初请失业金人数。前值是192K，我们这一次预计是220K，但最后公布的时候是236K。好，我先来看一下利率，原本是4%，现在降到3.75%。美国初请失业金的人数原本是192K，现在是236K，这个超乎预期，就代表越多人去领失业金，越多人失业，对股市也是一个比较利空的状况。它其实比较会影响到降息的决定，美国利率的决定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大指数的表现。先看这个美元 DXY 就是 US Dollar。好，看一下美元的表现是，你看从今年美元真的是跌了很多啊，跌，到现在还是一个空头的形态在下面这边动，所以但是美元走贬对美股是比较利好的状态，对一些黄金啊、比特币啊那些都是不错，所以你看今年黄金也是涨到翻掉，比特币应该也是。X 是恐慌指数，带大家看恐慌指数，在这个2025年10月中跟这个11月中都有小小往上跳，现在保持在一个低位，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很恐慌。看一下 SPY，SPY 我们先拉周期，一年周期这边到这里，可以看到比较大的筹码峰大部分在这里，这里680有一个，这里660有一个，这边就比较乱一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虚线对应是20日、60日、120日抵扣价。那我还有拉这个时线，接下来就是未来这5周，因为我是每周会更新我的周记，所以就往未来这5周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从虚线走到实线的这个抵扣价会怎么走。可以看到目前刚创新高，这个绿色实线这个就是新高，又跌了一个大的红 K。这边这个有跌1%，所以这个有到我的加仓的标准哦。SPY 跌1%，我就是会卖掉 SGOV 去买 SPX 咯。抵扣价20日从这里走到这里，所以往下走，但是我们现价在这里，所以应该是不太有影响。60日从这里走到这里，那我们现价应该也都是比60日还有120日都还高，所以目前我一样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，我觉得应该会继续创新高了，而且都降息了。好，那再看一下纳斯达克100指数是向下碰到了20NA，跌破21NA 了，然后碰到20NA，但未来5天会怎么走？会从20日抵扣价从这里走到这里，所以应该一样会保持现价，应该还是一样会比抵扣价高，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会是一个也是一个反弹，60日、120日也都一样。它的筹码峰会在这里，大概是24650吧，24650这里才有一个比较大的筹码峰，再往下就比较远了，所以目前一样是一个多头的形态。那看一下道琼指数是走最好的，它是直接往上窜，创新高很多。它
就是昨天那一根大跌也没有跌破那一根上涨的，所以现在还是要创新高的一个形态。未来抵扣价从这里走到这里，所以是一个大幅向下回落，现价可能20日均线的斜率会走得更陡峭，往上走得更陡峭，所以我觉得会继续往上走。60日跟120日也都没有一些未来5天的走势也都不会对均线的斜率造成影响，所以道琼也是走得不错。那再看一下台股的时候创新高，这里创新高，然后昨天一样大跌，再小涨。可以看一下未来5天的走势，是从这里走到这里，现价在这里，所以应该现价也都是比抵扣价还高，所以均线斜率都一样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所以就一样有持仓的就继续持仓，不太需要担心。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，比特币就走得比较差了。我们先看筹码峰的状态，目前比特币在低位运行，它这里有超大一片筹码峰，所以要涨过去可能要一段时间，先慢慢消磨，等到筹码峰都先在这个低位先累积够多，才有可能还会往上。看一下抵扣，先看一下价格怎么走好了，它是在这个20A 这边上穿下穿。目前先看抵扣价未来会怎么走，抵扣价现在20日在这里，会走5天会到这里，现价在这里，所以就差不多保持在低位。跟现价跟抵扣价差不多，所以目前的20日均应该会走平。所以如果你要等到它创高，需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可能要等一阵呢，因为现在看起来它上面还是有这个，就算穿20A 走过去的时候，60A 跟120A 都是压力。你看120A 的抵扣价手这里走到这里，那未来5天一定是现价一定比抵扣价还低，所以这个均线会继续往下发展。所以真的，我觉得要等，现在也不是超低的时间，要等到20NA 跟60NA 至少有交叉，然后120NA 可能从这里走到这里，准备向下回落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抄底的位置。不然现在那个60NA 跟120NA 都向下发展，20NA 其实就算你站上去拐头向上，也还是一样会遇到2个压力，而且这么大的筹码峰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比特币我觉得近期应该是不会走好。最近大家都比较夯的是这个 AVGO 这张股票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我们先看基本面好了，基本面看一下 AVGO 的估值 ，PS 估值大概是28，PE 是92，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分析，还是需要去看它这个行业在做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影片会太长，所以我就大家看一下基本面跟技术面就好。这家公司的 Total Debt 就是它债务状况是比较高的，但它近期债务有慢慢小减。蓝色柱状这个是 Revenue， 就是12月的 Revenue 的 YOY， 就是 YOY 就是 Year on Year， 就是一年的。假如今年3月到去年3月，跟去年3月到前年3月的 YOY， 就是累积12月的 revenue， 就是收入的成长多少。现在这个是在递减的，但是黄色这个主要是 revenue， 一样是在递增，只是慢慢递增的变慢了。CFO 跟 FCF 就是营运现金流量跟自由现金流量也都是慢慢有在往上爬，所以财报看起来是还可以，但就是它这个债务可能需要再削减多一点，不然就是会缴太多利息出去，它赚了就会没有。下面这个表达的是它的营运的状况，我们看一下它的 net income 是在走好，这个是 EBIT margin 也有在走好，EBIT DA margin 大概也有在走好。毛利率也有走好，所以它的营运表现，它成本控制方面上也是有做的不错。所以你看它下面的这个 Net EPS DL， 就是它的 EPS 跟 ROE 其实都是往上走，所以它是基本面是蛮强，但是它债务必须要大幅的控制，不然对他们会要找太多的利息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产状况。这是资产，这是负债，负债就真的是有一点高了。你看资产165，负债这里，但是我有去查一下，他们好像有收购一家公司，好像 VMware， 对，但是我没有看的太多，所以大家就看一下这是他们基本面的状况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的状况，可以看到昨天这个暴跌，跌了几趴，跌了11.43%，直接贯穿20，原本在创新高，然后跌破20年，然后掉到60年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筹码峰的状况下。第一个筹码峰在哪里？第一个筹码峰应该是这里，345左右。但它现在就是被60年支撑。那我们看一下均线未来会怎么走，可以看一下未来5天它的抵扣价这里走到这里，那现价
差不多位置。那60NA会从这里走到这里，现价在这里，差不多略高，所以现在要认真关注这边能不能撑住，有撑住就可以往上走。那120NA 还很远，120NA 的斜率应该不会动，但是60NA跟20NA 也还不会往下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反弹一下。但至于要不要抄底，要看各位自己去拿捏一下了，拿捏要不要承担这个风险。假如你在这里，现在价格在这里，你直接去抄一个买入的，我觉得可以再看看筹码峰会不会到这里。筹码峰假如在这里买入，可以赌一把，因为120NA一定是一个大支撑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不拉了，这个风险报酬就不拉，在这边买入看看。我就在创新高，可能短期有遇到一些小风险。对，大家不知道我在关注 ABG 哦，因为我没有看他的财报，他这家公司在做什么，我就要关心一下他们在做什么，就是给大家一个方向，我是这样分析的。好，我这样录了多久？没录太久。好了，那我之后会每周去这样更新我的账户记录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频道，订阅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讲这么多，我是阿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